有没有同好小时候看《忍者神龟》好奇过披萨到底是什么味道的？交时间之际，有网络同好记摩安生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教记。距离上一个视频的更新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，中间家里的事儿、身体的事儿、工作的事儿加在一起，耽误了这么久。在这里呢，跟大家说一声抱歉。我觉得我这个失踪人口是时候回来干活了。而这个期间呢，我也确实在闲暇的时候用来拼了拼这个。无奈这个玩意儿的拼装体验真的是一言难尽，等我拼装完成之后，会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蔬菜品种。好了，那今天玩点嘛？玩这个灵机魂的忍者神龟米开朗基罗和多纳泰罗。而多纳泰罗当时咱们引进翻译的是爱因斯坦。之前呢，咱们沾了新西兰观察员 S 的光，用了5期视频分享了火彩动漫神龟系列机甲。而在上个月，我收到了火彩动漫关于忍者神龟本龟莱昂纳多的推送消息。本来我是想预定的，但同事给我推荐了灵机魂的系列。我一看这个灵机魂的龟龟，我就彻底被征服了，身形比例完全长在了我的心趴上。就算现在属于溢价状态，我也咬牙高价吃了线。至于说另外2个红蓝龟我为什么没收，操，那还用说吗？太贵了呗，价格已经翻了1倍多了，我是真后悔没早知道这个系列。接下来进入正题，包装方面非常普通，包括内部也都是用吸塑包装的，没有啥高大上的感觉。而我购买的这2款呢，还都是带了不一特点的。配件方面，开盒之后就能看到非常丰富，而且每只龟除了通用配件以外，还有专属自己的配件，能想象到可玩性会很好。但是它没有说明书。我之前几乎没怎么碰过类似的美系玩具，有知道的同好在评论区或者弹幕来指点一下，是不是所有的美系玩具都不配备说明书啊？问题是有些地方的关节实在是太紧了，我真的不敢随随便便的大力掰啊。拿出壳后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味道，但还好，只是油漆和糖胶的味道，并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臭味。也就是说，官方的用料相对还是不错的。而我在开盒晾了1天以后，味道也就小非常多了。拿到手的初体验就是觉得分量非常不错，虽然不是合金玩具，但是糖胶的分量也相对比较压手。我们来看一下多纳泰罗的全装备重量。大概是236克，而米开朗基罗的单体则是216克左右。涂装方面整体还是不错的，包括身体的纹路也都比较清晰，只是我个人觉得除了头部以外，身体的质感有点过于油了，尤其是前面的龟壳。我之后计划通喷一层半光油来统一一下头部、手部、龟壳以及身体的质感。把2只龟龟放在一起对比一下，会发现2只身高还有配色都是有差别的，也就是说厂商并没有用通用素体，而是针对每只龟做了单独的身体开模，包括龟壳，每只和每只的纹理上都有所不同。多纳泰罗的龟壳还给出了可以安插零件的接口，只需要取下这片龟甲就可以把机械臂装上去了。在整体涂装上还区分了每一只龟的颜色，这个从官图给出的4只忍者神龟的全家福就能看出来，这一点还是很用心的，可以给个赞。把玩体验方面就非常美系了，玩过麦克法兰等美系玩具的同好肯定熟悉，糖胶加齿轮关节加无阻尼感的关节紧实度，但也确实让玩具玩起来很有厚重感。这里呢，我从同事大佬金那里借了2个战锤中的角色来对比一下，就一目了然了。至于说本体的可动，我在买之前就已经做了心理建设了。我知道可动肯定不会那么牛逼，但无奈谁让体型比例硬控了我了呢？虽说每只的身体比例不同，但可动的设计还是一毛一样的。这里呢，我们就用多纳泰罗来做演示。首先，头部和脖子是2段可动关节设计，每只龟龟都相对比较松，但并不影响把玩和 pose。手臂的大臂根部给出了引出关节以及遮挡设计，但这引出的幅度就不用太期待了。手臂的平举没什么问题，而且上臂在肱二头肌的根部也给出了旋转，只不过这个小臂的曲肘幅度就比较拉胯了。虽说是个双段的关节，
但只能做到90度左右，就不能再往上了，而且跟手臂护肘前方的绑带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。手腕比较常规，属于比较常见的球形半轴连接，是能保证手部可动范围的。胸部和下半身的连接虽然看不见，但是能猜到肯定是一个双段的球形关节，可以使胸部做出前后弓伸和左右旋转的姿势。同时，背部的龟壳内也有一个球形连接桩，让龟壳可以有一些开合的可动来配合上半身的弓伸以及旋转的 pose。把龟壳摘下来之后，我们还能看到厂商给龟龟的背后也做了涂装和纹理细节，这真是细心了。最后是腿部，大腿的前抬可以正常做到90度，后踢就没有多大幅度了，而且由于没有下拉关节，会跟前龟壳有干涉的情况，这里注意别过度用力导致掉漆。但貌似把玩下来，我觉得漆面的强度非常了得，不过总而言之注意一点就好。膝部的屈膝幅度跟屈肘幅度差不太多，也就是90度多一些，没啥可聊的。脚部的前后弯曲和前脚掌的可动设计也都是有的，只不过接地这一块我个人感觉比较奇怪，没有左右接地。要想接地的话，需要转动脚部来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。很有可能有时候会出现这种类似的大外八的情况。我个人觉得这一块多给出一段关节来做左右接地应该不难，不知道厂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。配件这一块应该说是非常丰富，像这种通用配件咱们展示一下就好，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。但唯独我把帽子拿出来单独说一下，帽子的内部是有一个磁铁的，只需要戴在头上就好，磁铁会起一点点的固定作用。我是觉得要不然就给一个大吸力的磁铁，要不干脆就别给，把帽子和头部的布尔匀算做好些，也能把帽子戴得更紧一些。现在的话，说实话有点不伦不类，经常会掉。剩下的说说专属配件吧。米开朗基罗的武器除了标配的双节棍以外，还给出了另外2个带火焰特效件的。这个在动画或者设定上有吗？我是真不记得了啊，是打铁花专用的是吗？剩下的专属配件呢，就是这个喷漆滑板了，非常不错，轮子能动，涂装也不错，还给出了脚部的固定桩，哪怕不玩龟，直接当手指滑板也可以解压。滑板的喷口还给出了淬火的涂装，我个人觉得挺好的。头雕这一块除了本体的无表情头雕以外，还给出了另外2个头雕。我个人最喜欢这个眯眼笑的了，非常符合米开朗基罗的性格。只不过头雕的替换过程太地狱了，不好往上拔，同时也不好往上装。这应该属于糖胶材质美系玩具的一贯特点吧。多纳泰罗的专属配件方面，武器这里是给出了2个棍子，一个是普通的，一个是2端带有机械装置的金箍棒。手臂上还能卡上这个多纳泰罗专属的手臂电脑，或者说是通信装置，管它什么的。头部呢，除了替换的飘带，还给出了一个实验用的眼镜，眼镜还可以向上打开，从里面半透明的镜片中还能看到眼睛，这个设计很不错。而前面提到的龟壳处的连接机构是可以把机械臂连上的，机械臂的头部是一个机械老鼠的头，也是由球形关节连接的，但我拿到这个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漆面的原因，老鼠头和球形关节给粘住了。我用力拧了好几下，才让前面这个鼠头可以转动了。但我发现这个细细的连接桩的根部也白痕了，我就没有再敢拔下鼠头放上其他配件。但这里可以跟同学们说一下，这个鼠头拔下之后可以安装这几个配件，一个是棍子的套筒，一个是类似于扫描装置的一个发射器，还有一个喷火的装置和一个钩爪。当然也可以让老鼠头叼住一些什么，只不过这个鼠嘴张开的幅度就这么大，太粗的东西咬不住，那就叼个披萨吧。好了，这2只灵机魂的忍者神龟我们就聊到这里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，但却不建议现在同好们购买，除非你不差钱，毕竟溢价太严重了，尤其是前2只。而且我问过官方的店铺，暂时没有前2只的再版计划。我实在是担心我收不齐所有的龟龟。当然，今年的第4季度还有罗斯泰迪和 Bibo， 也就是咱们熟知的牛头和猪面也会跟大家见面，到时候我也会说来跟大家聊一聊。
这一期的脚咬记呢，其实是比较特殊的一期，因为一直致力于机甲玩具的我们，这次首次评测了一次美系玩具。之后呢，也会收集一些奇奇怪怪的童年玩具来弥补童年的遗憾，同时也会跟大家分享。好了，那么本期的脚咬记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如果同行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，麻烦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。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脚咬记机体评测，我是评测员 D，我们下期再见。